于敢说，如今全徽州所有的磨坊都没有办法将松烟窑还有油烟棚同时开工，但除了强征松材的田家磨坊，柴老爷，求您救救小人吧！几日前，李家磨坊悄悄找到小人，把我带到磨坊，说让我在磨坊里做事，可他们让我做的竟是通番磨。小人逃跑无门，被困了好几日。今日幸得柴老爷前来搭救，柴老爷，你可要给小人做主啊！张衙役，张衙役，他一派胡言了，他这是诬陷，你诬陷！大人，小人所说句句属实，不信您看，这是李家通番的证据。闭嘴！这是从他身上搜到的。通番乃是重罪，来人，将相关人等一律押回阜阳上审。是，我看谁敢！不错，不许你！就是好人。狗儿，放开！好啊，既然有人故意陷害李默，那我们李默也奉陪到底，正好到知府大人的面前，好好说道说道。咱们走。升堂。启禀大人，李家上下均已缉拿归案，李家长史李真、东家李锦东到堂受审。这是在李默搜出的通番证据。李真、李锦东，你们可知罪？大人，李默在徽州传承100年，100年来均是诚信守法，连失信之事都未曾干过一件，更何谈通番这等滔天大罪？这包倭币，连同此人在内，定是有人刻意为之陷害李默，还望大人明鉴，还我李默一个清白。大人，这包倭币是我在李默库房内无意捡到的，小人看到倭币后被吓得魂不附体，但也知道兹事体大，不敢随意处置，这才收在了包袱里。大人，诬信一派胡言，血口喷人！张衙役，您方才也去过李家磨坊，敢问一句，您可曾在李家磨坊看到有半点制作通番磨的痕迹？你们胆敢通番，必是要万分小心，岂会留下明显痕迹？说得好，大人，您细想，若是我们李默可以将制墨痕迹消除得如此干净，那为何会将这包倭币随意放在库房内，并且恰好被吴昕捡到？大人，您不觉得这一切都过于蹊跷了吗？那是你们百密一疏，露了马脚，也是老天要惩罚你们。知府大人，小人被抓回李默后，曾在磨坊内亲眼看到通番墨及制墨的各类用具，那些东西并不让寻常墨工接触，因小人是外地流民，才被他们强迫做工。小人所说绝无虚言。那好，我问你，既然你说是我们把你带到磨坊，替我们做通番之墨，那你定是知道我们李墨的制作方式了。我问你，你所见到的通番之墨用的是哪一种墨？如何制作？你们跟我说过，你们私下里做的是李家七烟古墨，用生漆和桐油烧烟，鹿角胶合胶。因我是外行，刚到磨坊，也只能做些捣杵的重活。镇长室，我说的可有错？无锡，谁告诉你的这些？说，谁告诉你的这些？既是如此，那你自然是进过我们李家烟棚了。姑娘怎么忘了？你们带我进磨坊，头一处去的便是烟棚，李家烟棚，就在磨坊的西北位置，是也不是？没错。那烟棚中是何布置啊？自然是与一般烟棚一样，一边是烧松材的松烟窑，一边是点油烟的油烟棚。启禀大人，徽州几个月前闹了松瘟，而后我们李家又被田家强征了松材，遭了火灾。这松材几年内难得，于是李默重建之后，将烟棚进行了改造，将用不到的松烟窑移植到了李家老磨坊。因此，如今李家烟棚内并没有松烟窑。胡说！大人，明明是同时开工的，两处同时开工，我亲眼所见。大人。
民女敢说，如今全徽州所有的磨坊都没有办法将松烟窑还有油烟棚同时开工，但除了强征松材的田家磨坊。这怎么又牵扯出了田家啊？大人，小人去李磨之前，曾在其他磨坊做工，小人只是一时记错了，并非有意欺瞒，还望大人明鉴。无心，你满口谎话，还敢强辩？你说你去过其他磨坊做工，那我问你，是何家磨坊？地处何市？东家是何人？说！大胆无心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啊！大人，此人正言前后颠倒，一看就是有人背后替他编排，诬陷我李家，还望大人明察，替我李家伸冤呐！还望大人明鉴。无心，你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本官便立刻定你个诬陷之罪。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小人冤枉！说。大人，李默通番一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传本府令，立刻查封李家及磨坊、李家人口以及所有涉及本案的磨工，即刻下狱，一一严查。无心，暂时羁押，等本案审结之后，再所论处。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您刚刚收取的信件是何新证据，竟能让你颠倒黑白、扭曲事实？大人，我李默冤枉啊！好了，无需多言，立刻把李真和李景东给我统统拿下！大人，大人明察呀！大人，大人，这乃是徽州父母官，怎可冤枉好人？大人，还请您明鉴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别请你。退堂！李默冤枉啊！知府大人，请慢。胡会长，三爷爷，拜见知府大人。徽州文会会长胡宣礼愿为李默担保。李默百年信誉，怎可能做出通反之事？陈默长史陈继儒愿为李家作保。王默皇身愿为李家作保。潘默潘若果愿为李家作保。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还不速速退去！若阻挠本官断案，一律同罪论处。大人，陈默与李默同在徽州磨业，相交多年。草民陈继儒与李家多有来往，从已故的李家6爷，再到戚老夫人，李默的每一位先辈都是明齿相比的贤达，由此加分。草民断断不弃，今日的李默后人会背弃祖宗教训，做出通反之事，请大人明察，万万不能让歹人诬陷啊！大人，草民潘若谷乃潘默后人，家父新丧，李家真长氏多有照父，任义宽为表率，请大人开恩。知府大人，今日我等前来，绝非有意为难大人，只是想让大人给李家一个机会。如今有人控告李默通番，李默也该有权自证清白才是啊！大人，李景东愿携李家6房7房入狱收押，但李家8房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被李家出租了。即便李家有罪，也罪不及出租之人。大人，这是
徽州宗族自古以来的规矩礼法，还请大人通融。季都说，季都说，肃静，肃静！本朝法度虽基于宗族礼法，但李真既是李默长史，此事他不能置身事外。大人，民女绝不会置身事外。今日真娘，承蒙各位莫叶前辈作保，斗胆向大人要20日时间，为我李家，为我李默自证清白。大人，徽州文会愿为李默长史李真作保，还请大人给李默机会，自证清白。大人，臣默愿为李默作保。大人，潘默也愿为李家担保，请大人开恩。黄默愿为李默作保，请大人开恩啊！肃静！罢了，李真，本官这次给你这个机会，待20日太久，本官只能给你半月的时间。半月之后，本官开堂再审。倘若你们李家不能自证，本官将依法重判，绝不姑息。民女李真，多谢大人。谢谢大人。姬家，李景东。退堂。是。季都说，季都说。季都说，这丫头，别难过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咱们李家全都指望着你呢，啊！季都说，景东，季都说，你放心吧。真娘，真娘，爷爷，哎呀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！爷爷，景东叔还有三叔母、大伯娘，他们都……又是他田家给咱们李家栽的赃，不行，这事不能这么算了，我现在就进去跟他们理论去。娘，回来，找谁理论呀？今日在堂上，本来也拆穿了一感人，诬陷李家的阴谋，可谁知知府大人突然收到了一封信，突然改了口。我猜想，那应当是田家人背后南京高官出手压制。这田南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找他们理论又有何用？这家人真的是太坏了。那大伯娘和景东叔他们怎么办啊？这田家有他们的靠山，我们要循循我们的门路。寿阳公主素来赏识李家，我这就启程去南京参见公主。若是公主能给李家一份情面，便一切就有机会。娘，先走，走。这群半截入土的老家伙，敢来坏我的好事！本少，你务必提防着，绝不可让李真再掀起什么风浪来。哥，你放心。张南昌，是你指使人诬陷李家同藩的，对不对？我干什么？与你有什么干系？同藩是本朝重罪，这样做不仅会害了真娘，还会害了李家的10几口人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是李真逼我的。他和陆文谦勾结，屡次三番坏我好事。我若再不出手，田默在徽州墨域哪里还有容身之处？真娘是从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只要做个还有半点良心。你们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尽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吃你爬饭的东西！大哥，别把自己当什么圣人，
你不过是让徐家退回来的废人，你若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，就给我滚出田家去！回你房间去！哎呦！没别货收拾妥当了吧？哦，都按哥说的，都打点过了。可如今外头风言风语的，咱真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晕没？你给我记住，要是不能按时给吴为师银子，我便拿不到御用监的职位，咱们田家就会前功尽弃。到时候吴守备要是撒手不管，你跟我都是掉脑袋的罪名。这笔墨必须匀。可，好，说。那尚未凑足的银两怎么办？若是华儿还有徐家照拂就好了，咱们还能靠一靠。这华儿，民女李珍见过公主，愿公主殿下福寿安康，万事顺意。李默的事我已有所耳闻，你若是为李家来求情，那就回去吧，我帮不了你。朕娘此次前来，并非是为了李家的事情，想必公主早已知晓，因李家、田家落家之事，七帅被南京吴守备参奏。朕娘此次前来，是想问公主，朕娘可以为公主、为七帅做些什么？七帅又与本公主何干呀？朕娘听闻前几年倭寇猖獗，曾一度深入到福建作乱，杀人越货，所到富庶村庄，死伤者往往甚多。幸而七帅带兵前来，这才护住一方平安。而被七帅护住的村落当中，其中有一处名叫杜家村的地方，正是贵妃的故乡。朕娘想，贵妃定然会感激七帅当年护其族人的恩情，定不愿意看到七帅被他人诽谤、诬陷。恩情，朝堂中最没有用的就是恩情。朕娘还知晓，这京城中诸多皇子当中，与公主关系最为要好的便是誉王殿下。而在朝中，吴守备屡次与七帅争功，想将平倭之事以及功劳揽在自己的名下，幸而得到誉王殿下出面极力作保，才护住了七帅如今之名。朕娘猜想，如今最不愿意看到七帅被吴守备扳倒的人，便是公主和誉王殿下。起来说话。多谢公主。公主殿下，实不相瞒，李家真娘想救，七帅真娘也要帮。真娘不求公主什么，只求公主把真娘当成替七帅、替公主出头的一把刀，哪怕以身入局、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惜。那本公主倒是想听听，你能替本公主做什么？真娘誓死与田家对抗，找出吴守备跟田家勾结的证据，替公主、誉王殿下铲除祸害，护七帅平安。奴婢打听过了，御用监的确是空出一个位置，之前由吴鲁牵线要给共落的田家，可前几日京中士族也有人要凭关系来抢，田家想要这个位置，怕是还要多10几千两银子，不然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要的指点我已给了，你若能一击致命，李家自得平安。若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我不会保你。真娘明白，真娘多谢公主。